么？美股又创新高了，英伟达市值突破了4万亿美元了，比特币也又创历史新高了。最近市场真的是非常疯狂，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在讨论美股还会继续涨吗？如果接下来还能涨，那推动力会来自哪里？现在的华尔街其实有2种趋势非常火爆，一个呢当然就是 AI 科技，另一个就是美股代币化。而所谓的美股代币化会成为推动市场的重要力量吗？我认为这是美国的整个的一个链上金融战的阳谋，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美股代币化。这个代币化 tokenization 就是说把真实世界资产，比如说股票、债券、房产等等引入到区块链上。比如说最近香港非常火的 RWA， 英文是 Real World Asset， 就是把真实世界的资产转化为可以在链上交易的数字代币。而证券代币化就是代币价值与底层股权挂钩的区块链交易资产。你可能要问，代币化到底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传统美股投资中存在交易门槛高、有地域限制、交易时段有限等等问题，而代币化之后的股票呢，交易几乎是瞬间完成，中间费用非常少，而且可以24小时随时交易。同时，如果是一个靠谱的模式，它的底层是要有真实股票的，而且是由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去持有，然后再以1:1的比例去发行代币。这种模式确保了代币与真实资产的对应关系。6月底，在美股代币化的大浪潮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曾经因为散户大战华尔街而出名的网红券商 Robinhood， 在风景很美的法国戛纳开始宣布向欧洲的散户们提供美股代币化的交易服务。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 Robinhood 来用欧元或者稳定币购买英伟达、特斯拉、苹果、微软这些代币化的股票。这里面一共覆盖了200多只美股和 ETF， 在链上每周5天24小时随时交易，不用等交易所开盘，而且零手续费，只收0.1%的外汇转换费。而且不只是2级市场的上市公司 ，Robinhood 进一步盯上了1级市场的独角兽们，号称要给散户们提供 OpenAI、SpaceX 这些还没上市的公司股权来交易。这一下是点燃了美股代币化的新热潮，而 Robinhood 自己的股价也因此而飙升，最近3个月整整涨了3倍。那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因为 Robinhood 可以说是通过美股代币化把大量用户推到了链上，而在区块链世界一直在期待这种大规模普及，因为这才有可能在链上重构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成为支撑各类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从支付交易到存款。其中在支付环节，你已经能够看到稳定币的广泛应用。不过Robinhood 的激进产品也遭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比如说 OpenAI 就立马泼了盆冷水，发表声明说 Robinhood 提供的这些代币并不是真正的公司股权， OpenAI 不认可这次发行。但话说回来， OpenAI 之所以要泼冷水，核心还是因为1级市场背后的利益关系不同。OpenAI 它还没有上市，所以要把公司估值的定价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面，因为一旦这种1级市场的股权变成一个有点类似于股票交易的半公开状态，那首先因为交易量很小，能流传到市场的股权很少，就容易暴涨暴跌。如果公司发展的好呢，很容易炒到天价，但一旦公司又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又会一下子暴跌。而创业公司的业务当然就没有那么稳定了，所以如果说这个节奏错位了的话，就会影响下一轮估值的定价。马斯克呢，他其实也没有明确回复自己的态度，但是呢，他在 OpenAI 声明的下面也回复了一条 Your equity is fake， 你们的股权是假的。所以要想做没上市的1级市场，情况会更复杂一些。但现在做美股2级市场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股代币化的浪潮态势凶猛。Robinhood 进军代币化资产的大背景是整个加密货币的如火如荼。一方面是比特币的价格不断创新高，稳定币的交易量也屡破新高；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的大力推动，国会也在寻求立法，要将加密货币成为主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根据波士顿咨询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33年，代币化资产市场的规模可能要增长到18.9万亿美元。其实，在对 RWA 监管的快速突破的今天，市场早已经不满足于国债代币化的收益了，很多人都想转而追求更具弹性的股票代币。这个方向几乎是传统金融机构和加密货币机构的共识。要知道，现在在推动监管的可不仅仅是 Coinbase 这些 crypto 机构，很多传统金融机构的大佬也都在跑步进场。比如说，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一方面参与到 USDC 的稳定币发行公司 Circle 的 IPO 中，一把收购了10%的股权。贝莱德想干什么呢？一种解释是因为 USDC 持有超过400亿美元的美债储备，贝莱德可能借此将美债代币化的业务与稳定币绑定。另一方面，贝莱德在去年就推出了首个链上货币基金 Build，每枚 Build 代币锚定1美元，100%投资于现金、短期美国国债这些低风险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确保本金的稳定性和低波动性，年化收益差不多在3到5%，收益直接空投到投资者的加密钱包里。
除了贝莱德，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也在跑步进场，在上个月发布了自己的 GPMD， 这是一种代币化存款，它有点像稳定币，但它不是稳定币。GPMD 的存款代币是由受到监管的银行在公共区块链上直接发行，背后有银行的准备金作为支撑。这些代币可以在区块链网络之间转账和清算，还有兑付加密货币或者付款。GPMD 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传统银行在不放弃合规的情况下，尝试发行代币这种数字化的资产。原来很多人认为加密货币是去中心化的，这肯定与传统金融机构这种中心化的设计水火不容。但其实现在传统金融机构和去中心化基础设施之间已经开始了融合。而我们在和很多业内人士聊的时候，他们认为美股代币化的最直接影响之一，就是进一步虹吸全球资本流向美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美国化债的问题。很多人呢觉得美国化债呢就是稳定币，就这一招。但是我想说，美国其实是个组合拳。第一步是稳定币，第二步其实是万物上链 STO。这个事儿我认为在2年内就会落地。我觉得各国呢，你要抗衡美国未来的链上霸权呢，你不仅仅是考虑稳定币的问题，你防止它的稳定币光这一招也没用。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以邻为壑的时代，不再是以前一个各国好好商量的时代，现在大家就是互相抢钱。那我们要知道，现在全世界的链上的热钱，一些大钱，主要是欧美的想要避税的一些钱，这些钱确实有，因为他从来不愿意进交易所，他从来不愿意做任何的 KYC。那么还有一些大钱，就是中国人的钱、韩国人的钱、俄罗斯人的钱，甚至还有土耳其的人的钱等等这些大钱，就是所有的全世界的国家都想抢的这么一笔国际热钱。主要的国家，如果你只是说我弄一个自己的稳定币来抗衡美元稳定币，但是我没有跟上你万物上链的时代，那其实你也是失败，因为链上的热钱全部被美国资产抢走了。我觉得这就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阳谋，就是万物上链抢你全球的链上的热钱。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去发资产，那钱肯定是被美国资产抢走了。在美国刚刚还通过了 Genius 天才法案，这个法案就是想要强化美元在数字金融时代的地位。贝莱德等机构的代币化产品本质上是将与美元挂钩的各类产品包装成数字美元资产，通过区块链的全球流动性虹吸其他地方的资金。对于这些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比如像阿根廷这种自身货币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本身没什么好的投资标的，货币还天天贬值，很多人都非常希望投资于美股。还有一些受到金融制裁的地区和一些资本管制的地区，这些都有可能产生虹吸效应。所以代币化的背后不仅仅是一场技术和市场的变革，也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竞争，大家都在跑马圈地。最后肯定也有很多小伙伴好奇，那 Robinhood 到底是怎么玩美股代币化的？简单来说，用户在下单之后，系统会在传统市场上真正买入一股股票，并且由券商托管。同时 Robinhood 会在区块链上铸造一枚对应的代币放在用户账户里，它的价值跟实际股票是完全同步的。在卖出的时候，底层股票也卖掉，代币就被销毁掉，收益返还给用户。Robinhood 它在欧洲给这些用户提供的是类似于以前 Bybit 推出的一个 CFD 的差价合约，但是拿着欧盟的 MiFID II 的证券牌照的，它是完全合规的。另外呢，它在美国这边也代持这个股票，但是并不是映射的，你可以理解成它代持的那部分是个镜像，另外呢是它自己代持的，用来对冲自己的 CFD 的这边的敞口。而且 CFD 也不能去赎回代持的那批股票，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比较类似 Bybit 前段时间推出的那种产品，但是它有正股作为对冲。那我研究下来，我会觉得这种方式目前来说确实是挑不出毛病的。未来 Robinhood 还会做第二阶段，把它的股票代币接入到无需许可的区块链世界。这些代币是可以作为一种抵押资产，比如说将来在链上的一些借贷协议，就可以用这些资产去做抵押。如果这个能做成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而对于一级市场的交易来说， Robinhood 是通过一家 SPV， 也就是称之为特殊目的载体，持有 OpenAI 的部分股权，然后将 SPV 的权益拆分为区块链上的代币，用户可以通过 Robinhood 来买卖这些代币，价格与 SPV 的价值挂钩。Robinhood 它应该是从一些 OpenAI 或者 SpaceX 的老股东手里买下了一些，很少。它也并不是说我是拿这个东西来给你做交易，它是作为天头资产，是因为它的主力还是那些主要的那些美股，他希望大家去交易这个，但是他要空投一些羊毛。那这个羊毛呢，就是 OpenAI 还有 SpaceX 的股权的碎片化。当然 Robinhood 作为一家新兴券商，也一直伴随着争议。比如说它虽然号称零佣金，但其实背后是在通过交易差价赚钱，你的买卖价格可能会比其他的券商要差一点。在 Crypto 领域也是一样的，所以Robinhood 也不断的面临调查和官司。
过去几年，美股代币化产品曾经是昙花一现，最具代表性的是 Mirror Protocol。这个平台以合成资产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各类 RWA 产品，其中包括特斯拉、谷歌、苹果、微软等美股代币化的资产。但后来由于监管、市场波动等等原因，当时比较鱼龙混杂，有炒作的噱头。后来这个市场也就暂时沉寂了。最近是因为川普政府又大力支持加密货币，美国的证监会主席也从强烈排斥加密货币的加里根斯勒换成了支持加密货币的保罗阿特金斯，监管环境大变。新任的 SEC 主席阿特金斯，他有2次讲话，他就说特朗普总统给我们的任务指标是要让美国成为全球加密中心。但是他说，我看了1933年证券法，现在我们还是按照100多年前的证券法来进行证券代币的发行指导，根本不适合链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 SEC 的任务就是要大幅简化证券代币的发行流程。我认为会在2年内发生。一旦这个事情发生，所有人都会去发证券代币，因为很明显链上就是一个效率要高得多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所有的一切，万物上链的繁荣， STO 的繁荣，以及大家全部开始往链上转，我认为可能会在2年内落地，就看 SEC 对于 STO 证券代币发行的简易流程 Fast Track 什么时候落地。当然，最近不仅是 Robinhood， 还有像加密货币交易所 Kraken 也推出了 XStocks 的代币化股票与 ETF 交易服务，覆盖了苹果、特斯拉、英伟达等等50多家美股上市公司的股票和 ETF。这些产品都标志着加密货币正在加速与传统金融的融合，进化为真实的投资载体。而美股代币化的背后，也有一场围绕数字货币主导权的金融战。